2023年新能源平均渗透率超30%，也就是每卖出100台车就有大约30台为新能源车型。明年注定是新能源的转折之年，以电动化为核心的上半场已经拉下帷幕，伴随着 L3、L4 试点的法规落地，以智能化为核心的下半场逐渐成为新的主题。车企之间又会掀起新一轮的厮杀吗？未来汽车是否会回归到交通工具本身的属性呢？首先带大家回顾几件汽车圈最近发生的大事，相信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新能源市场逻辑正在发生改变。首先是问界汽车大卖，发售当天订单数便超过7000台，截至至今，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新 M7 的订单数已经突破10万台。要知道，这可是一款起售价24.98万的车，包揽智能座舱天花板、智能驾驶天花板以及智能安全天花板，且在华为 ADS 2.0 的支持下，打破了自动驾驶依赖高精地图的限制。也就是说，哪怕是在地图没有覆盖的荒郊野外、农村地区，它都能通过传感器感知，实时的本地构建汽车周围的环境模型，加上对路况、其他车辆预测，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有多少人是因为这点种草选择华为的呢？遥遥领先，同行。另一件事，则是曾经特立独行、执意要走换电路径的蔚来，似乎总算得到了行业层面与官方的认可。11月21日，长安与蔚来签订换电业务合作协议，正式与蔚来展开换电体系等4大领域的合作。紧接着，李斌又与吉利、李书福成功牵手，达成换电战略合作协议。除此之外，还有几家企业也在和蔚来展开洽谈，关于换电模式是否可行的讨论正式结束。蔚来压住的换电路径终于看见了曙光。换电的优势在于能让电车获得接近油车的补能体验。换电5分钟可以获得500公里以上续航，早已超越传统充电方式。这2件事看似无关，但实际都在侧面旁证新能源市场逻辑发生了变化。2020年新能源市场渗透率仅有 6.18%， 而今天却攀升至接近 40%。续航和补能之声已经进入尾声，快充加换电足以覆盖绝大部分车主车型需要。尤其这次广州车展，纯电新车续航开始陆续突破800公里，800伏高压平台也开始下探至20万级车型，续航问题真的不用虚。而智能驾驶势必将成为下一个车企必争之地，越发成为消费者的核心购买要素。问界的大卖也让理想在9月战略会上都单独拿出1天的时间用于讨论智能驾驶问题。在第3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理想又一次表示，未来会把智能驾驶技术作为核心战略目标。在公司内部会议上，理想把华为视为了第一强劲对手，超越比亚迪和特斯拉，包括理想自己都反思，全力投入晚了半年，落下的课只能通过加强投入来解。小鹏自创立时就主打智驾，在智能化层面已经累计研发投入超100亿。现在小鹏的自动驾驶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城市 NGP 的表现据说已经接近人类司机90%的水平，可以完成从 A 点到 B 点的智能辅助驾驶，可以自动上下匝道、自动超车等。高速 NGP 能力则可以做到几乎零接管，表现接近 L4 水准。这得益于新版本的小鹏 G6 采用了包括激光雷达在内的31个传感器，以及总算力达508 TOPS 的双 Orin X 芯片。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算法加持。未来的自动驾驶最新版的 ET7 可以实现自动河流分流、最优车道选择、均衡车速个性化等功能。当然，这同样主要依靠33个高性能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波雷达等，以及变态的配备了4颗 Drive Orin 芯片，总算力达1016 TOPS。而此次智能化竞争的核心，还是我国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准许 L3、L4 级别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试点的通知。之前 L3、L4 级别汽车无法上路，主要还是政策不支持，所以宣传最多只敢说是 L2.9。而这次的新规则清楚判定了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事故时的权责划分认定，说今年是自动驾驶元年都不为过。比如驾驶员并没有开启自动驾驶，那么出现事故则跟传统汽车一样，如果是在自动驾驶情况出现事故，则需要厂商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明，如果无法提供，则由车企承担事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汽车在自动驾驶状态下真的构成了犯罪情况，那么就会追究到车企相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各位观众是否觉得这样的政策合理呢？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这里也为大家科普一下自动驾驶的级别划分标准 L3、L4 到底是什么水平。根据2021年发布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文件，我国将自动驾驶分为 L0 到 L5 6个标准。L0 是纯人工驾驶， L5 是最理想的情况，可以在任何天气、任何地域实现完全自动驾驶，无需驾驶员甚至不用配备方向盘了，只需在座舱休息即可。L1 级别称之为部分自动驾驶，实际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普及了，其车型配备的定速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等功能，基本高端点的油车也都有，没和
电车拉开多大区别。目前市面上电车普遍搭载的则是 L2 级别自动驾驶，涵盖功能有自适应巡航、自动变道、城市领航辅助等功能，依然需要驾驶员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主导汽车驾驶。智驾系统只能算是给驾驶员打下手，辅助车主更轻松、更高效的开车。只有特定情况，双手才能暂时离开方向盘。之前因为 L3 法规迟迟没有进展，各种传感器成本不断下降，车企越级配置，一些10万级的自主品牌汽车也做到了 L2 级自动驾驶水平。L3 级别官方定义为有条件自动驾驶，此时汽车已经可以实现绝大部分路况的自动驾驶了，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从驾驶员手中接过汽车的控制权。此时驾驶员更像是一个监督者，在汽车无法判断路况、无法处理时接手一下，但此时驾驶员仍需集中注意力，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迅速接手车辆。目前商用运营车领域，百度阿波罗、萝卜快跑跟小马智行已经实现了一定区域的 L3 自动驾驶。这次试点通知出来后，也势必会倒逼车企在智驾这块投入更多资源。在今年末明年初的时间段左右，谁能首发推出 L3 自动驾驶车辆，势必可以成为新的行业标杆和车企冲击高端的驾驶感知标准。L4 级别被定义为高度自动驾驶，此时车辆已经可以接替驾驶员工作，车辆甚至可以不安装方向盘、刹车、油门这样的车辆控制器件了。原先驾驶位的定义也不复存在，全车所有位置都是普通驾驶位，但不同于 L5、L4 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运行。之前各家车企已经在 L2 加高级辅助驾驶领域鏖战已久，汽车市场极为内卷，很多车企都是贴着成本卖。而现在 L3 放开后，可能又要掀起一轮新的厮杀了。L3 自动驾驶相比 L2 的技术要求会全面提升，且需要更高程度的冗余，因为越高阶的自动驾驶就需要处理越复杂的交通环境，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传感器和算力算法。在突发紧急情况时，冗余也意味着更安全、更可靠。但这些冗余出来的新增设备，对于车企来说都是新增出来的成本。汽车本身就是低毛利行业，无论车企还是零部件供应商，都要靠规模效应挣钱，对成本异常敏感。这对于那些没钱、没资源，甚至没有实现布局过智驾的车企来说，就尤为难受。但不做又会落后于时代，因此就连之前抨击过自动驾驶的王传福，最近也在拼命补课，拉起了一支高达3到4千人的团队，研发高速 NOA 和城市 NOA 功能。自动驾驶领域根据不同的主要感知技术，主要分为2大派系：视觉派和激光雷达派。视觉派的主要代表是特斯拉，目前以12个摄像头为核心传感器，服以1颗毫米波雷达，完成高级别自动驾驶感知工作。激光雷达派的主要代表为华为和魏小李等品牌，以激光雷达为核心传感器，辅以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达到精确感知的效果。具体的硬件数量请以实际车型为准。目前来看，2大派系孰强孰弱比较难判断，但是从国内大部分车企的规划来看，后者居多。世界范围内，在部分地区已经取得或即将取得 L3 自动驾驶许可的，奔驰的 Drive Pilot、本田的 Honda Sensing Elite、宝马的 Personal Pilot L3 都是激光雷达派。视觉方案跟人眼一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看到的是什么，因此需要非常庞大的数据样本。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需要应对的路况较为复杂，但路况从来都是千奇百怪的，就像疯狂星期四文学一样，一旦出现没有训练过的数据样本，就难以识别出来，就会上当。再就是测距难度较大，图片是2D 的，但这个世界是3D 的，摄像头需要将收集到的2D 数据解析成真实的3D 场景，但因为缺少了深度的信息，误差可能较大，最后便是摄像头和人眼一样，受光线强度影响较大，在强光或弱光的情况下都难以识别信息。激光雷达派则可以通过激光雷达的主动探测技术，直接构建一个处理器能理解的3D 路况模型，降低分析难度，且暗光条件下激光雷达也不受影响，产生的误差更少，可以更好的感知物体的形状、距离等参数，并且和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相比，激光雷达精度优势也很突出。毫米波雷达无法感知行人，超声波雷达仅适用于极短距离的探测，但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视觉派基本已经可以应付95%的场景了。就算是有部分无法自动驾驶的场景，也算是特殊情况，让司机接管就好了。激光雷达这么贵，真的有必要上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公园因为双方的不小心被对方家的宠物狗咬伤或抓伤手了，除了合理的赔偿之外，对方明确告诉你宠物狗已经打过狂犬疫苗，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选择再去打狂犬疫苗呢？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会的，因为这就是安全冗余。激光雷达也是同样的道理，主要还是负责安全冗余保护的。但这同样也带来一个问题，在L3法规没有落地之前，部分车企对激光雷达的定位就是冗余，实际的使用频率并不高，这使得部分车企就处于谁家便宜我就用谁的心态。但在L3落地之后，车企对激光雷达态度注定要180度的改变，从性价比转变成高性能，从堆量变成堆料，就如同8295取代8155成为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第一梯队一样。后续激光雷达的
性能也就决定了新能源车型在自动驾驶领域的位置。就如同拿铁分为中杯、大杯、超大杯一样，目前在激光雷达行业里的超大杯有途达通、Lumina 等品牌。就拿激光雷达核心指标之一的探测距离来说，谁能看得更远，谁就能越早发现危险。目前业内的平均水平应该在150到200米左右。途达通猎鹰做到了标准探测距离250米，最远探测距离500米，这意味着可以提前发现危险，既为后续决策留下充足的时间，又为整套自动驾驶系统提供真正的安全冗余。猎鹰的上车量也超过了20万台，也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产品。从追求激光雷达数量到追求激光雷达性能，这正是车企们在自动驾驶时代需要转变的观念。当然，随着规模化效应以及科技的发展，性能强悍能够满足自动驾驶需求的激光雷达的价格也会不断下探。2016年，一颗 HDL64 的价格在8万美元，还需在车顶上搭个架子。今年激光雷达基本与车身融为一体，国内价格也降到1000美元以下，未来价格还会不断下探，让自动驾驶不再是高端车型的专属，而是成为大众出行的标配。自动驾驶的普及也在预示我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交通时代。这个时代，汽车回归到了其作为交通工具的本质，把人高效舒适的从 A 点送到 B 点。总之，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对新能源汽车的重新定位，汽车不再是速度和性能的代名词，而是连接空间、提供舒适、安全旅程的智能移动平台，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